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在刚刚结束的 PGL 上 ，BB 以丁真的新绝活噬魂鬼夺冠，9把小狗战绩7-2，其他队伍争相模仿，效果却都不是很好。AME 近期也在欧服天梯中练习小狗的最新玩法。其实喋血风暴命时的玩法在国内社区早已出现，但一种新玩法的开发不仅仅在于命时选择，它需要搭配合理打法和游戏节奏，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。丁真开高达到底为什么屌？高达狗到底有什么优势？新打法又是怎样的底层逻辑和游戏节奏？欢迎来到惹 DOTA 战术进化论。当前版本的喋血风暴命时，1级大招就可以钻远古，之前版本降低过钻远古的流血伤害，也就是增加了持续时间，1级大招可以维持1分多钟，而钻出来的时候，除了初始150点伤害，还附带30%中立生物剩余生命的伤害，加上大招增加的额外生命值，配合远古野怪的技能和小狗本体的输出，6级时可以轻松打出上千点伤害。当然得尽量早些钻出来，这是很多中单爆发英雄都难以达到的伤害数值，这也让小狗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大招流的强势期。试想一下，游戏时间10分钟，你走着夜路，迎面走来一只远古萨满，一口痰吐你脸上，再钻出来一只狗开着魔免挠你，那你基本只能喊句卧槽，就往地上一躺了。那喋血风暴这个命时的底层逻辑就很有画面感了，利用前期远古野比较难被处理的阶段，开着高达奔赴战场，为队友积累团队节奏的优势，再用团队优势反哺到个人更加安全的发育空间，迎来自己的强势期，是这个打法最关键的作用以及核心节奏。虽然低等级的大招钻中立生物会持续掉血，但在靠近战场的这条地图分割线上，无论是进攻三角区还是防守优势路，都能就近找到远古野点。而且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，这2波野点也会变为远古野。普洱的小狗就经常钻这波野怪，这些远古野点保证了小狗大招的下限。同时喋血风暴命时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灵活，进可开高达，前期直接越塔起脸，退可利用远古安全刷钱加速发育，高额的 AoE 伤害也给了小狗清矿的能力。喋血风暴命时的 A 杖效果在游戏内没有写得很清楚， A 杖感染敌方英雄后吞灭时，喋血风暴会对周围单位造成60%的感染期间对宿主伤害。看到 A 杖小狗钻了队友，残血和脆皮辅助不能在旁边等狗出来，如果再搭配魔晶，感染现身后对伤害范围内敌人施加撕裂伤口，则会大大增加小狗的生存能力。撕裂伤口效果和以前一样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伤害，攻击撕裂伤口状态下的单位都能回复血量。虽然现在大部分英雄的纯粹和反弹伤害不能吸血了，但是撕裂伤口依然可以。我们甚至可以开发一下 A 杖魔晶刃甲的肉盾或者辅助小狗。虽然 A 杖钻没有缴械了，降低了小狗对队友的保护能力，但是对于自己保命的影响不大，甚至还增加了输出。整体的技能模组方面，小狗除了命时外，技能一直没什么比较大的变化，甚至技能都只有1行字。说白了，被动吸血，1技能魔免，2技能减速吸血，3技能攻速移速，大招变身高达。所以这个打法被开发出来的核心就在于对大招的实际应用。那我们再来根据比赛中的画面探究它的玩法细节。由于小狗在线上的对线手段几乎只有平 A， 而它2.4的极低力量成长决定了它的输出比较依赖装备。除了保命和续航的持续作战能力，小狗的对线进攻能力比较一般，大部分选手玩小狗的对线期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。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裸出相位后会经常利用移速、护甲和被动提供攻速的优势打消耗和敌方换血，再利用盛宴补给回来。但当他到了6级，无论线优线劣，大招的作用都是非常稳定的。普洱小狗的精髓之处就在于他对大招的利用率很高，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灵活。其他队伍的小狗大招基本都留着用来保命或者钻队友进行切入，用法相对来说还停留在原先的打法，而普洱大部分情况下会用来钻远古打进攻节奏。而在使用时机上，他一般会根据到6时的兵线位置选择自己的下一步动作。兵线在敌方塔前时，由于这个时候的小狗无法做到线野双收，发育速度较慢，他会选择直接进入敌方三角区起节奏，钻敌方远古野开战场，威胁敌方囤积的大野，或者直接游走中路，配合队友补爆发，击杀敌方英雄，为己方中路创造优势。而兵线劣势时，他会去钻优势路一塔旁的远古，
配合队友完成线上击杀，或者直接用大招伤害刷野，加速自己的发育。对比同样只能靠平 A 打钱的虚空假面、幻影长矛手等核心英雄，小狗率先实现了机制玩法上的新突破，用大招的独特机制带来一些能反哺团队和个人的节奏，来缩短自身的发育周期。相比于战线打野补出核心刷钱装辉耀的打法，高达流更契合团队节奏，能在前期的小规模团中占据优势，更好的混取血球，给到个人更好的发育空间。近期比赛中出现的那些奇怪的1号位英雄，例如兽王、潮汐、末日、女王等，也是极致追求前中期强势期的选择。可能正常发育到后期打不过敌方核心，但如果我依靠前中期的强势期积累出巨大的经济优势，领先1-2个大件，后期也很有机会取胜。而小狗则是能平衡在其中，既有前期大招的强势期，又有较为稳定的后期能力。同时喋血风暴命式的用法也相当灵活。而说到大招有爆发伤害的1号位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到飞机、露娜，但和小狗不同的是，他们到6后会起的节奏是做门去突破敌方的优势路，杀人拿塔，然后顺势换线发育。究其原因，飞机和露娜都是靠小技能刷钱的，即使线上劣势，也可以通过换一片区域发育来快速补充自己的经济，这对他们的刷钱速度和效率没有影响。而普洱的小狗即使线上劣势，也并没有这样做门进攻、顺势换路的画面出现，因为即使有了一片安全区域给他发育，在辉耀之前，他也只能一刀一刀的平 A 打钱，需要更长的战线时间。想要和敌方核心拉开经济差距，他对大招的利用最合适的选择是帮助自己站稳优势路的线，或者利用大招抢矿加速发育，再或者在双方前期的节奏点中路做文章。说到做文章，柔道又在产品上做了点新文章，卖得非常好的 TI12系列金瓷化也即将迎来新的成员，原创的小黑、剑圣以及风行，老头杯冠军雕哥都说帅气，马上会迎来第一个辅助英雄水晶侍女，后续还会有火女等新角色，敬请期待。刀塔谷子最近新上架了小黑的亚克力色纸，搭配白瓷闪底，活脱脱刀塔的艺术品。肉闪手办好评如潮，极致的细节，背部青苔清晰可见，国外视频发货，货品跟踪有保障。帅气的影魔即将上线，真正的噬魂魔王。龙骑已经建模完毕，好家伙，变龙不变龙都在一个模型上，帅的不是1点2点。水人也即将建模完毕，欢迎私信蕊多塔或某宝搜索蕊多塔工作室。小狗和其他核心英雄相比，在出道辉耀之前，刷钱速度是劣势，但狂暴的保命能力是优势。如果双方1号位都必战刷钱，小狗一定刷不过对面，但如果他们都在战线，则敌方核心比起小狗更容易被抓死。而6级包中也是为了加速队友的进攻节奏，同时钻远古支援的方式跟其他1号位相比，隐蔽性和容错率都更高。当然普洱选择帮中也可能因为他们的中单是 GPK， 如果我的中单是 GPK， 那我也无脑帮他。如果阵容前期的节奏点是3号位或者中路已经打出了优势，也可以选择帮猎，建议先钻远古再做门，安全性比较高。虽然大招伤害会低一点，但也省下了本体做门的耗蓝。大招怎么使用，需要大家根据局势选择。比赛中的小狗为了求稳，大部分情况下前几个大招都是用来刷钱或者帮助自己去战线。如果去支援的话，万一没杀到人，就变成逛街了。6级时，不管是帮哪条路，这个时间段都很难威胁到敌方防御塔。小狗最终还是要回到兵线更安全的优势路发育的，除非支援后快速推掉敌方1塔，小狗才有换线发育的选择。而这和大部分3号位的推塔无庸论相违背，所以支援劣势路最好选在能杀人拿塔的时机。而选择帮中路时，为了保证支援的收益，也最好选在刷符的时间点去，给己方中单创造更多的优势。后续的选择和玩法其实和以前的小狗差不多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相位后直接出辉耀，然后选择双刀、晕锤，直接进团队节奏，跟队友打正面团战，尽量开着高达切入战场，既可以利用高达的机动性洞察到敌方的位置信息，又可以打出高伤害的 AOE 爆发，用第一波爆发压低敌方血线，给队友创造更多的切入和击杀机会。至于大招 CD 的时候，我们的口号是他们全残血，而不是让我钻一下。阵容不好接正面的话，也可以出分身 A 杖带线牵制打发育，团战主打一个拉扯。当然也可以先出双刀，再看后续情况，拆了出分身和大晕。散花系装备的吸血增幅非常适配小狗，
可以增加先天技能盛宴和撕裂伤口的吸血效果。A 杖后20秒 CD 的大招也可以配合魔免 TP、代线、断线或者探视野打信息。由于小狗是靠吸血来打站桩输出的，普攻的爆发能力并不强，需要一直能 A 到人。除了 A 杖保命拉扯和队友控制配合，还比较需要否决来针对敌人的辅助装。补输出的话，金箍棒配合被动的高攻速效果更佳，也可以出林肯来防范敌方毒噬魔免的点控。至于前期是否出臂章，就要看双方前期节奏和战斗力的判断了。在 PGL 的比赛中，普洱在面对 Sprit 和 VP 的快节奏推进阵容时，选择了先臂章后辉耀，这是为了快速形成战力，而不是因为自己刷辉耀而让正面战场永远少一个人，反而让敌方的快节奏推进滚起雪球。面对 Liquid 的 TA、大锤、海明的高物理爆发阵容也是如此。臂章的血量、护甲以及主动效果能很好的帮助小狗正面面对这些物理英雄，而其他队伍也选出小狗，真就少点味儿。大部分的打法还停留在以前的节奏，依旧是闷头战线打前刷辉耀，但喋血风暴这个命式的作用前期一定是最强大的，利用敌方比较难处理强大的远古野的阶段来积累团队优势，以及利用远古野的技能加强发育速度和前期战斗力，再由团队反哺到自身，给足自己更充裕的打前空间来保证小狗的后期能力。而其他队伍选出小狗贡献的搞笑镜头和拿到冠军的丁真对比起来，确实也证明了新打法一定要适配对应的游戏节奏，不明白底层逻辑的玩法，只抄袭英雄命时的选择并不能打出相应的效果。